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PlanBench Excel。本研究检验了当前大模型长程规划并剖析病理。论文提出了 PlanBench Excel 基准聚焦大规模工具生态系统。传统基准多在理想环境评估，忽略真实复杂性。PlanBench Excel 模拟局部可见性隐含子目标及不可靠工具。论文旨在揭示模型是可靠导航者还是容易迷失。初步结果发现，顶级模型面对庞杂工具库仍挣扎。这一工作为诊断智能体病理提供了崭新框架。接下来将逐步解析其架构与核心发现。实验室环境通常假定工具库静态完美且全局可见，执行反馈也被设定为绝对可靠且无任何噪音。真实世界则仅能局部可见，只能靠检索窥探部分信息。隐含子目标导致中间步骤缺少任何明确指引。工具也可能缺失故障，甚至返回欺骗性反馈。这种完美幻觉掩盖了智能体在真实环境中的脆弱性。真实环境评估需引入非理想条件检验模型鲁棒性，只有直面混沌测试才能真正反映规划能力边界。现有基准测试在真实环境模拟上存在集体缺失。评估维度共5个：工具检索、隐含子目标、双向探索、不可靠工具与长程任务。ToolBench 仅支持工具检索和长程任务2项。API Bank 对全部5个维度都不支持。MCP Bench 只覆盖工具检索1个维度。ToolGem 也只支持长程任务这一项。PlanBench Excel 则全面支持所有5个评估维度，它因此成为评估长程规划能力的全新黄金标准。PlanBench Excel 系统包含150 5种真实零售领域工具，它还设计了327项复杂长程评估任务。动态拦截能根据智能体意图暗中替换关键工具，平均任务深度约25次交互回合，考验长程规划。双向探索支持从已知证据与最终目标反向检索。这些设计共同构建了海量工具与复杂路径的挑战。智能体需要在1000多种工具中准确调用正确路径，只有兼顾探索、利用与适应，才能通过这项测试。本页提出长程智能体核心能力的3角评估框架。框架包含有效探索、精准利用与动态适应。有效探索要求摒弃盲目检索，通过双向预期发现隐藏节点。精准利用只在噪音干扰中执行正确的工具调用路径。动态适应要求实时识别隐蔽故障并重构规划路径。这3项能力分别对应 MinExplorer Data Types 等指标。该框架揭示了单纯增加算力无法弥补的规划缺陷。只有同时掌握3项能力，才能应对复杂工具生态。双向预期，认知模型整合前向与后向2种推理。前向推演从当前已知证据出发，逐步推进。后向搜索从最终期望目标反向推导中间节点，两者在隐含的中间子目标处成功汇合。这种结合能有效定位隐藏的中间步骤。单独使用正向推演在复杂任务中寸步难行，因为真实环境中存在大量隐含子目标。双向搜索正是破解这些隐含步骤的关键。在 PlanBench Excel 的测试中，模型表现差异极大。Gemini 3.1 Pro 成功率为 77%，GPT 5.4 成功率达 51.9%， 而 Qwen 和 Llama 的8B 版本全部失败。这暴露了顶级模型在长程规划上的天花板。面对1665种真实工具，常规认知不再适用，即使拥有大算力，依然无法保证可靠规划。长程智能体未来仍有极大提升空间与挑战。研究表明，模型失败常在获得部分线索后发生，随后它们逐步偏离所有正确的求解路径。这种不可逆漂移是主要失败类型之一。GPT 5.4 有 72.4% 失败属此类型。Gemini 3.5 的 71.3% 也属此类，而且这些模型弱恢复能力不足 10%， 这表明它们几乎无法从漂移中恢复，揭示顶级模型在复杂环境下的脆弱性。系统记忆雷达诊断出严重的近因偏见。近半数失败案例中，正确工具早已出现。模型并非找不到工具，而是选错了工具。它被最近上下文吸引，忽略历史记忆。这种近因偏见导致工具选择失败，而非检索失败。正确钥匙就在历史记录中，模型却视而不见。面对海量上下文，模型失去甄别判断力，因此漂移的本质是决策失误，而非信息不足。动态拦截机制是本基准测试的核心压力设计，它会在智能体检索过程中暗中移除关键路径工具。
首先，智能体发起一次正常的工具检索请求。第二步，系统偷偷拿走路径上最关键的工具锁。第三步，放入一个外观相似的炸弹工具代替它。这种偷梁换柱考验智能体能否识别逻辑陷阱。真实环境并非静态考卷，而是动态精准设下陷阱。智能体必须识破、替换并调整规划策略路径。动态拦截机制设下3种威胁，等级不同的故障类型。语义误导挂羊头卖狗肉，模型对此免疫力较高。显性报错调用后直接返回不可用状态，能阻断错误扩散，但隐性故障完美伪装，返回看似合理却完全荒谬的虚假数据。模型对隐性故障的免疫力极度脆弱，堪称沉默杀手，威胁等级从低到极高，隐性故障最难被察觉。这解释了为何智能体常在看似正常的结果中迷失。识别并隔离隐性故障是提升鲁棒性的关键一步。隐性故障产生的虚假数据会像病毒在扩散。显性报错被重新用作数据的概率为0，隐性故障导致错误数据复用率达 42.2%。蓝马模型下这一比例达 75.5%。模型能拒绝外观相似但描述不同的诱饵，却难以抵抗看起来可执行的隐性失败，尤其当失败输出表面上看似合理之时。虚假数据被当成真理传播，引发系统崩溃。随着正确路径被逐步封死，所有模型成功率断崖式下跌。仅保留最长曲折路径时， GPT 5.4 成功率从 30% 跌至 10%。智能体缺乏深度自适应重规划能力，一旦直达通道被截断，它们无法在迷宫中重构迂回路线，在工具环境被污染时脆弱性更高。PlanBench XL 测试显示，增加算力作用有限，强制探索预算下，准确率曲线呈平坦状态，这条平线远低于无阻拦时的基准线。下方4张子图展示各模型的准确率变化， GPT 5.4 等模型增益均极小。诊断结论指出，算力无法修复已崩溃的逻辑链，上下文记忆被隐性故障污染后再试效果甚微，单纯增加测试时计算量，收效甚微。算力与搜索并非万能药。左侧托盘代表信息获取，海量检索并不等同于有效探索，这是常见误区。算力叠加无法修复已崩溃的逻辑链，证据充足。右侧决策与甄别更为关键，历史记录藏着答案，大模型却选择了忽视这些线索，导致路径漂移。当前智能体的命门已不再是信息获取能力，而是面对不确定环境的抗毒性与回退能力。只有全面提升这2项，才能应对复杂工具生态。规划轨迹彻底崩塌时，模型并未统一失败模式，相反，它们暴露出截然不同的底层性格缺陷。GPT 模型倾向于轻易投降，直接报错退出。DeepSeek 与 Llama 错误提交数值， Gemini 陷入疯狂检索，无法转化为实质进展。这些差异表明模型内部决策机制存在根本分歧。理解这些失败性格有助于设计更鲁棒的智能体。实际部署时需针对不同模型采取不同容错策略。GPT 5.4 在失败时超过 80% 已直接报错退出，表现出极端保守的轻易投降性格。DeepSeek 与 Llama 超过 65% 的失败是强行提交毫无根据的错误数值，属于伪造幻觉。Gemini 3.5 超过 85% 的失败死于 token 耗尽前的疯狂检索，陷入死循环。这3种截然不同的终结策略揭示了模型底层行为缺陷的根本差异。GPT 宁愿放弃，也不愿尝试迂回路径，反映出极度缺乏回溯意愿。DeepSeek 和 Llama 随意抓取无关输出，甚至凭空捏造，暴露了盲目的自信。Gemini 无法将检索结果转化为实质进展，说明搜索与推理严重脱节。这些发现表明，设计智能体架构时需针对不同失败模式定制容错机制。研究者基于前文诊断，提出下一代智能体3大支柱架构。第一个支柱多样性探索，通过三角交叉检索彻底克服近因偏见。第二个支柱故障感知隔离，设立独立校验层，将隐性故障物理隔离。第三个支柱回溯性重构，允许系统抹除污染路径并安全回滚。这些设计直接回应了不可逆漂移与污染链等核心问题，其中故障感知隔离尤为关键，因为错误数据复用会引发系统性崩溃。回溯性重构避免了死循环和伪造幻觉这2种典型失败模式。整体来看，
该蓝图强调鲁棒性与认知回退，而非单纯算力。PlanBench XL 用1000余工具建生态 ，GPT 5.4 成功率仅约50%，挑战巨大。失败主因是近因偏见与不可逆漂移，隐性故障导致42%错误数据重用，算力无法修复已断裂逻辑链与记忆。下一代智能体需多样性探索隔离回溯重构，温室测试已过时，智能体需直面混沌工具迷雾。PlanBench XL 是严苛评估标准，未来研究应聚焦抗毒性验证与认知回退机制。